大家好，欢迎收看艳红的手工视频。自从拜了倪晨玉老师为师以后，终于制作了拜师以后的第一个花丝镶嵌头饰。本期视频中的操作有很多十分危险，未成年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尝试哦。到了毕业季，也有小伙伴问我一些关于职业规划的事情。其实我特别的害怕误导大家，影响到信任我的小伙伴的未来。所以那些问过我想尝试以自媒体或者是手工作为未来职业规划的小伙伴们，我都会给他们讲很多，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为什么要辞职，辞职前我做了些什么。辞职真的不是我心血来潮的主意，今天也借着毕业季的一些视频，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历，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从在网络上发布第一个视频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快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的时间里，我也有一些小小的值得自己骄傲的成就，上了一些电视节目，作品登上了米兰时装周。其实我高考报考的是护理专业，学的是5年的本科护理学。其实这个专业不是我自己想学的，但是因为年纪比较小，听到家里大人的话说女孩子学护理以后比较好找工作，所以呢，当时就听了父母的安排。毕业以后也顺理成章的当了一名护士，在医院工作。后来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个职业，于是就自己决定辞了职，去学习了化妆，成为了一名婚礼化妆师。再后来我就开始做手工，成为了现在的艳红。花丝镶嵌是我在做手工之后一直想学的一门传统技艺，在金属工艺中也属于非常难的一门技艺。这次制作的这个花丝镶嵌头饰是我和倪晨玉老师一起设计的花冠，也是我拜师后的第一个作品。当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师傅的作品，我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如果大家想看，可以去搜索一下。我师傅从事花丝镶嵌的工作有50多年，得过非常多的奖。作品丹凤朝阳、孔雀开屏陈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馆，作品百鸟朝凤入围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这些荣誉我说起来都感觉无比的自豪，让我不禁肃然起敬，有一种回归正统的感觉找到组织了。师傅对银花丝的热爱也是发自内心的，能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希望我能够继承并发扬师傅的真传。银花丝是成都最具特色的汉族传统金属工艺，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过极高的艺术水平。它与蜀绣、竹编、漆器一起，号称成都的4大名旦。银花丝技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平填技术和无胎成型。今天我们视频中用的就是平填的方法来制作半浮雕头饰。无胎成型这个技术就相当的难了，要等到以后慢慢基础打牢以后再学。我觉得花丝镶嵌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每个部件的焊接，用火的时候稍微多停留一点，就可能将银丝烧化；少停留一点，焊药就烧不化。焊接的好不好，全靠眼力和经验。焊药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到焊接点的牢固。我刚开始学，有的时候一个点要焊接很多次才能焊好，有的时候当你欣喜若狂地焊好了这个点以后，旁边的点又骤然崩塌，前面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又得从头再来。一个合格的精工师傅一般都要4到5年的时间才可以出师。平填的时候线条要流畅，花丝的组合要优美协调。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画得风骚一点儿。焊接的时候要确保丝之间相互连接，不然就会垮掉，几天的工就这样白费了。我觉得我之所以可以成为现在的我，是因为自己由衷的热爱。我也希望即将毕业的你能够选择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和职业，并且在属于你的领域里面发光发热。烧好以后，再对部件进行造型。这里我们将整个头冠分为6个部分，
包含底座的部分，中间是一只3朵花枝，左右两边是2只蝴蝶和1朵花的花枝，最中间是一朵浮雕牡丹。这样每个部件既可以单独佩戴使用，也可以组合成一个头冠。焊接好以后，我们再进行最后的一次酸洗。然后再进行抛光和打磨。最后再镶嵌上宝石，这里用到的是一些珍珠、翡翠和红宝石。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么多真宝石来制作头饰。镶嵌好以后，最后我们将6个部分进行组装，我们的整个头冠就完成了。听我讲这么多，给大家介绍了我这个比较小众的，并且被父母认为是不着调的兴趣爱好，也可以成为我的职业。因为兴趣爱好让我看到国风头饰的美丽，让我念念不忘，每天都想着要把它们制作出来。就算我之前学习的专业和它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没有人帮助我，我也会想办法的把这个头饰做出来。希望大家都能够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展示吧。对了，这个头冠还没有取名，上面有牡丹和蝴蝶的元素。如果小伙伴们有适合的名字推荐，可以去评论区告诉我哦。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哟，希望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